蓝卫的固执劲儿跟蓝忘机如出一辙，人魏无羡怎么逗怎么哄都坚持不懈的要找阿父，被他闹得无法，魏无羡只好洗漱穿衣，带着蓝卫出去外面乱逛，给他指指小花小草，看看小蝴蝶小蚂蚁，试图转移注意力。小朋友毕竟不是在正常10点醒过来的，没多久就又睡着了。又在外面待了一会儿，刚打算回去，便好巧不巧地遇上了蓝曦臣。一大清早就看到满脸泪痕的自家小侄子，蓝曦臣又惊又疑，魏无羡唤了声大哥，才笑着解释蓝湛早起要去讲学，被这小子看到了，以为不要他了，伤心的直哭。蓝曦臣听了也是好笑，见小狼卫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又有些心疼，正要说话，就见那小人又睁开了眼睛，迷迷糊糊的往他这边看过来，见是蓝曦臣，愣了一愣，呆呆的唤了声父亲。魏无羡听了又笑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父亲。”蓝卫顿时又难过了，小嘴瘪了瘪，看起来像是又要哭，只是却没让眼泪掉下来，只又说要父亲。大清早起来就听蓝卫哭着喊着要父亲，哄了大半天也没见他喊一声阿爹，好不容易让这小东西睡着了会儿，结果醒过来第一件事又是要找父亲。魏无羡暗骂了声小东西真没良心，看着怀里的小蓝卫，张口就说：“早上你不是看见了，你父亲走了，不要你和阿爹了。”蓝卫听完懵懵懂懂的反应了半天，才终于明白过来魏无羡的话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不出所料的在魏无羡的注视下再次哇的一声哭起来。这次旁边有了蓝曦臣，更是直接不愿再待在魏无羡怀里了。蓝曦臣低头轻笑了声，搂着小狼卫软软的小身子，哄他：“卫儿乖呀，父亲不会不要卫儿的，等会儿就回来了，不哭不哭。”说完看向站在一边的魏无羡，有些无奈的叹道：“无羡，卫儿还小。”魏无羡无奈的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大哥还有事的话就去忙吧，我先带卫儿回去。”这小子一大早就只喊着要蓝湛，饭都没吃就出来了。蓝曦臣摇摇头，说了句：“今日倒是没什么事。”又拍拍蓝卫的小身子，说道：“卫儿跟爹爹回去吃饭好吗？”魏无羡上前一步要去抱他，结果小家伙立马就把头转了过去，小手紧紧地揪着蓝曦臣的衣服不放，鼻涕眼泪顿时都往蓝曦臣身上蹭了上去。魏无羡今日算是彻底刷新了对自家儿子的认知，平日的确是乖巧得很，但是只要哭闹起来，也比别的孩子难哄多了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最后是蓝曦臣带着蓝卫回的净室。由于刚才哭得太厉害，就算在2个大人的再三解释保证下，蓝卫勉强相信了蓝忘机马上就会回来的话，也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，隔一会儿就要狠狠地抽泣几声，看着好不可怜。等蓝卫终于止住了哭声，又送走了蓝曦臣，魏无羡拿着毛巾给敷过了眼睛，才端了一小碗粥过来喂这个闹腾了一早上的小娃娃。因这几日前蓝卫不大不小的病了一场，所以厨房近日给做的还是调理身体的药粥，不说苦，但味道确实不太好。一小勺喂进去，蓝卫的小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。魏无羡以为他又要哭，结果这回倒是出人意料的安静。魏无羡又想，难道蓝家的崽儿都有这种特异功能，这么小就能跟这么难吃的东西属性相配？就这么等啊等的，终于等到蓝忘机回来。听到动静的蓝卫立马就摇摇晃晃的朝蓝忘机跑了过去，被蓝忘机抱起来后便哼哼唧唧的扭着身子往他怀里钻。魏无羡撑着头精疲力尽的坐在一边看着，想起这一早上的经历，由衷的叹道：“韩光君，你家这位小蓝公子可真不是一般人呐。”这一天后，小蓝公子粘人的本事只增不减，对象逐渐由蓝忘机殃及魏无羡、蓝曦臣、蓝思追等人，最后甚至连见的较少的蓝启人也不能幸免。只要让蓝卫看到人离开，就不可避免要引发一场嚎啕大哭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到未来不短的一段时间内，前来看望蓝卫的众人，临走时只能暂时放弃雅正，采取趁人不备、快速遁走的战术。今年姑苏的雪来得格外早了些，不过才入冬，便扑簌簌落了满地。蓝忘机坐在书案后低头欲抄古籍，不时便要抬头往室外望一眼。蓝室外的院子里，除去必经的道路，两旁的地面上已经积起了厚厚第一层雪。蓝卫此时就蹲在正对蓝室门口的那条小道上。冬日天冷，担心小娃娃会受了凉，
出门前，蓝卫被蓝忘机拉着穿了一层又一层，被厚厚的冬衣彻底裹成了个糯米白团子。此时蹲在地上，周围的一片雪白，又衬得他像一个精致的小雪人儿。半夜前，蓝思追和蓝景怡带着一些师兄弟外出夜猎，遇上个有意思的邪祟，虽不至于厉害到他们对付不了，但还是给家里传了个信。魏无羡一听，立马兴奋地抛夫弃子去了。倒不是他不想让蓝忘机和蓝卫跟着一起去，只是蓝卫太小，蓝忘机又太忙，两个都去不了。蓝忘机不想他一直闷在云深不知处，便让他去了。